听说南方从来不会有寂寞，听说在海边世界没有尽头。你哭着告诉我，你和他梦想的种种，我会是你雨天的湖泊，拥抱你的温柔，好想看你的笑容，对离开的他说，你心中那份美丽怎么找都不会再有，轻轻触摸未来遥远的风，有一天你会找回你的梦。幸福是看得透，而不是舍不得他的所有，慢慢触摸天空暖暖的我在这天黑了也不会走。你的快乐除了他还有我永远守候，不要难过。七，你没事吧？这家伙竟然闯到我们家来，你报警了没有啊？七，怎么了你？怎么了？被吓坏了？啊？他到底怎么闯进来的？你确定你出去的时候有没有把门锁上啊？他有我们家的锁匙。怎么可能呢？是啊，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知道我喜欢什么花？怎么可能知道我爱喝柠檬茶？又怎么知道我们曾经换过床？这个家伙，我一直在把他当成神经病。我看我太低估他了，我打电话报警。你认识这女人对吗？你甚至还带她来过我们家，上过我们的床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想隐瞒我什么？我隐瞒你什么？我真没有啊！真的没有吗？没有。记得啊，在老婆回来之前把床换掉，或者没有另外一个选择，就是把老婆换掉。这女人还真好心，没让我继续看下去。请听我说，我不想你听。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3年前我真的跟一个女人在一起，不过我知道这是对不起你，所以我跟她分手了，都是过去的事了啊。过去的事，我想你用“过去”这2个字不太对吧？我每天都在担惊受怕，眼看着我的死期一天天的逼近，你竟然跟我说过去，这一切并没有过去，而是在进行当中。你去告诉那女人，我离开之后，她可以马上搬进来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是她做的。
让谁会这么无聊，搞这些变态的把戏？他在1年前已经在美国出车祸死了。那肯定是他鬼魂，怪不得来无影去无踪。请你听我说，放手！你听我说，放手！你听我说先。放手啊！我不可以再留在这里了，我会透不过气的。姐，你说凯毅是不是也在外面有女人？你不要受我影响，这对凯毅很不公平的。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没有安全感。凯毅和姐夫一样，整天要出国公干。男人的感情免疫力最不堪一击的，可怕的是，他们即使感情出轨了，也会表现得没一回事似的。直到有一天，另外一个女人出现了，你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你的床被另外一个女人睡过。他为什么不带她去酒店开房呢？那是我的家，我的领域来的。姐，你不要想这么多了。我没事，你给我点时间冷静一下。依婷，依婷，你在叫我吗？你是曾依婷是吗？先生，这是你泡女孩子的方法。我知道你是依婷，你肯定是曾依婷。太过时了。虽然你方法有点过时，但是我不介意你坐下来。来，听说你在美国出了车祸，是吗？你口中指的那个什么依婷，那是你朋友、情人还是仇人？他怎么了？啊，让我猜猜看。他出了车祸，死了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好老土的情节。你别再装蒜了。我知道是你，这些日子以来不断骚扰我们就是你。我看你不是酒喝多了，就是精神有问题。不过，你说的这番话，
让我想起了一个，我也有个朋友在美国出了车祸，但是他不是叫什么依婷，他的名字叫做卡鲁。死的不是他，是她可怜的老公。她的老公爱上了别的女人，要和她离婚。他们在去法庭的路上起了争执，车子撞下了山坡，丈夫死了，卡鲁受了重伤。她醒来的时候，一点都不觉得伤心。反而忽然间领悟到，其实这样的结局也蛮不错的。你要报复的话，你针对我好了。英琪是无辜的，你不要把她给扯进去。我报什么复？我为什么要报复？英琪是谁啊？是你身旁的女人吗？故事的结局并不重要，过程才是最精彩的。当你经历了恐怖、伤心、绝望，你就会知道，有些事情是如此的深刻。郑一婷，绝对不会让你伤害英琪的。放开我！我不认识你，放开啊！阿杰，姐夫，阿杰，你帮我一个忙，跟你姐说对不起。你是不是喝醉了？你是不是在开车啊？没关系，我还很清醒。你再帮我一个忙，你要我帮你什么？叫你姐出国去散心，马上就去。你不舒服啊？头有点痛，要不要紧啊？没事了。你脸色真的是很差，真的不要紧吗？真的不要紧。谢谢你的关心。嗨，我住在8楼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今晚找我吧。谢谢，拜拜。丁小姐，门锁已经装好了，这是新的钥匙。谢谢你。谢谢。阿姐啊，什么事？姐，你还是出国去散心吧。姐夫一定知道你有危险的。不如这样，凯伊要到上海公干，你跟他一起去。你快点去收拾一下，我叫凯伊来接你。不用了，叫他不要来。姐，我不想逃避啊。姐，那个女人是变态的。警方又说姐夫是醉酒驾车，不相信有人故意害他。他们也不可能派人来保护你啊！我不需要任何的保护，我要面对他，我要解决他，我已经受够了。姐，你不要这样啊！他们之间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，
不过他连我都不放过。他要来找我是吗？我等着他。喂，你喜欢这束郁金香吗？你现在一定是很害怕吧？你在想，什么时候就轮到你？不过，你不必害怕，因为我并不准备伤害你，我只是要让你知道事实。现在你知道你身旁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了，而所谓的爱情又是如何的不堪一击吧？哼，你一定很伤心，很失望，因为你已经死了。不过，你还有复活的机会。事情过去后，希望你能很快的振作起来。嗨，嗨，不会打扰你吧？不会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煮了一些酸辣汤，刚好看你脸色真的是很不好，所以拿些来给你提提神。谢谢你。哎，小心。进来吧。哦，不了，不打扰你休息了。没关系，进来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。哦，对了，怎么称呼你啊？叫我一起好了。啊，我叫 Jenny。你好。你好。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吗？是啊。你一个人住啊？没有，还有我先生。他不在。哎，趁热喝吧，试试看味道。这呢是祖传秘方，是我妈传给我的。热热喝下去，出了一身汗，全身就会舒服多了。对不起啊，我真的没有胃口。啊，那你就待会喝吧，这汤不可以放太久的。我先帮你泡杯茶。谢谢。谢谢。对不起啊，我能不能再加多点糖啊？啊，你稍等一下。那谢谢。
你以为不喝那碗汤，什么事就不会发生了吗？自以为聪明的人，其实是最愚蠢的。让你倒下的，是你自己的那一杯茶。你一定是搞不清楚，为什么自己会被杀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你是唐伟强的太太，他选择背弃了我，那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姐 ，Miss In，Miss In， 行了，太好了，行了。姐，你还是躺住吧。医生说啊，你吃了很强的安眠药，没有那么快清醒的。你放心，那个女人已经被警察抓走了。幸好这次有 Tina 他们帮你。Miss In 说，凡是有人开门的话，而她没出现，就是她出事了。对啊，所以当我们一看到只有那个女孩子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扑过去了。谢谢你。来，坐这里，小心小心，叫强哥。强哥，阿离平时在帮我演布袋戏，他这个人很聪明的，学东西一教就会啊。你别看眼睛看不见，不过他什么都能做的，家里洗衣煮饭抹地都是他来做。还有他只要去同一个地方1、2次啊，他就懂得去了。你看多厉害啊！是啊，你看，配这双眼镜啊，又大又美的。如果不说啊，真的看不出他是看不见的。可惜，当然了，要不然怎么会轮到你呢？那我去开摊了。哦，好，我也去收杯子了哈。阿离，你妈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妈要把我卖掉，带我来给人看货喽。我就知道了，你这个妈真的是走火入魔了。喂，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？你把自己的女儿当成货色，给人看给人选，你是不是真的要把她给卖掉啊？关你的事，别管那么多了。喂，阿离也是我的干女儿啊。她什么时候变成你干女儿了？我一直都把她当成干女儿看待啊。神经病啊！你才神经病啊！你是不是真的要把阿离卖给那大头强啊？好心你啦，不要整天卖，说的那么难听啊！女儿大了，当然要嫁人啦。她眼睛又看不见，好人坏人她也分不清，当然是由我这个妈妈来帮她找对象啦。啊，你好找不找？找个头又秃、肚子又大的老安哥。那又怎么样？即使我找到一个像刘德华那么英俊的给她，她也看不见，有用吗？大头强有什么不好？至少他有一摊杂菜饭档啊！阿丽如果跟了他，以后就不愁吃不愁穿喽。阿离，哎呀，你说话啊！阿离，你知道你妈在说什么吗？她还把你嫁给那个大头强嘞，你真的愿意嫁吗？我要回去了。你看，我女儿自己都没说什么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哎呀！调查过了，大头强的父母亲啊，早已经去卖咸鸭蛋了。他只有一个妹妹，不过他跟这个妹妹平时呢很少来往的。还有他那一摊咖喱杂菜饭档口，哎呦，生意特别的好啊。我跟他算过了，他一天起码可以赚200-300块。
一年到头呢，他就有初一、初二才休息。你算算，他身家有多少？呵呵，起码有30-40万呐。你嫁了给他，将来这一切都是你的。你老妈我有一天也会老，也会死的。你弟弟呢，也会有另外一个家。我们啊，不可能照顾你一辈子的。最重要的就是他不嫌弃你眼睛看不见，而且还肯出2万块钱聘金来娶你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有很多人到外地去娶新娘啊，那些女孩子又漂亮又年轻，而且还保证是处女呢，最多不是花1万块钱就搞定啦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他肯付2万块钱聘金吗？我告诉你啊，都是你老妈我厉害咯，到处去放风声说你是运财童女，娶了你啊就会大发特发的。哎，这件衣服还不错嘞，来去试试看，来，预备，拿去。那如果婚后他发现我不是运财童女呢？哎呀，那又怎么样啊？反正人都娶了，难道要退货啊？哼，就算他要离婚了，我也会狠狠地敲他一笔赡养费。到时你每个月拿他1000多2000块的赡养费，你下半辈子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嘛。怎么样，好了没有？不适合我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不适合我。怎么会不适合？是不是太窄啦？你怎么没换呢？我说那个男人不适合我。你给我出来，阿丽！你给我出来，听到了没有？你最好出来去换衣服，人家来接你了，你听到了没有？这么会躲，看我找到你的话，不打死你才怪！有没有看到他？厨房。你给我出来，阿丽！出来，听到没有？你不要给我躲，你惹我，我你是知道。出来！听到没有？阿姐，谢谢你。躲到哪去？阿丽，你还跑？阿丽，哎，你干嘛啦？快，我要上厕所啊！站住！刚才是不是阿丽跑出去了？哎呀，换作是我，我也会跑的了。无名，无名，阿丽，快点开门！怎么了？快点开门啊！发生什么事？如果我妈来找我的话，你跟她说我不在啊，帮帮忙，拜托。阿丽，阿丽，喂，我问你，我女儿是不是躲在你房子里？阿丽，没有啊。没有，没有，为什么开着门呢？我把一只死蟑螂踢出去啊。死蟑螂？我看你假死才真呢。阿丽，你是不是躲在里面啊？你最好给我滚出来！我现在喊3声，1、2、3。你可以进来找人，不过请不要乱动屋子里的东西啊。有一个法师说这间屋子不干净，万一动了不该动的东西，就惹祸上身，被鬼缠着。我警告你啊！我警告你啊！你最好不要缠着我女儿啊！要是让我知道你动了她一根汗毛，我就拿菜刀来砍你呀！阿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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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母亲已经走了。我妈走了。是啊。你刚才没听到吗？我在用这个方式来转移我的注意力啊，这样子我就不会听到一些我不想听到的话了。就这样对着这根叉子。我要把这根叉子扭曲。这怎么可能？飞龙叔说啊，只要集中精神，就会有一股气从身体发出来，到时候啊，连一根叉子都能扭曲了。快说，为什么要躲你母亲？他要我陪一个男人。什么？太过分了！
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他只是要我陪他吃饭。那也不应该啊。我妈要我嫁给他，他就会有2万块的聘金。什么？他怎么可以这样？他身为母亲应该更加保护你啊！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在你面前批评你母亲。想不到你也会生气。我不是生气，我是可怜我。我不是可怜你，我是想到安琪。如果有人这样对我女儿的话，我就会跟他拼命，对吗？其实啊，没有父母是不疼他自己的子女的。我妈也不是不疼我啦，只是她有她自己的方式。她相信我如果嫁给了那个男人，是对我这一生最大的保障。你这样躲他也不是办法。其实我有一个办法解决，不过我需要你的帮忙才行。哦。你记住啊，我还没拿到钱的，你千万别让他碰你呀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万一他真的硬来的话，你就要装得很害怕的样子，大声的哭，懂不懂啊？懂。阿强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，慢走慢走，自己小心点啊。哦。哎，阿丽，来这里坐，这里坐。好。想喝什么？不用了。已经快要变成自己人了，还跟我客气什么？哎，咖啡吗？哎。想喝什么？跟咖啡红说。那就一杯柠檬茶好了。什么事？喂，那个就是你要娶的夏言老婆，怎么样？美不美？美。强哥。哎。什么事？我想打个电话。哎，我这里有。不用了，我还是用公共电话比较好。请问在哪里啊？啊，在柜台那边。那是左边还是右边？哎呀，我带你去啦。来，在这边，你自己打哈。好。喂，无名啊，不如你来这里等我好吗？这次啊，我妈欠他2万块，她说那个阿强笨头笨脑的，等钱一过手就来个不认账，到时看他能怎么样。强，哎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好在我耳朵尖啊，让我听到啊，要不然你这个菜头啊，让人家砍了你还不知道啊。你有没有听错？哎，打完电话了，去那边喝水呀。不用了，我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怎么这么早要走？等一下我们去海边走走啊。不要了。戏水池，戏水池树很多。不要了。要的，我们可以互相了解嘛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很了解你啦，秃头，大肚腩。不过这些都无所谓啊，我还是很乐意跟你做朋友的。真的啊？强哥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那你行吗？没问题的，拜拜。阿里，你的计划好像成功了，那2个男人一直望着这里。我就知道那个泡咖啡的在偷听。你说他们会不会相信啊？快啊，快搂着我，我们不能功亏一篑的。
哇，姐，你今晚怎么了？连你的煎蛋都大失水准嘞！还好老妈不在啊，要不然就要轰炸你了。可能是火开得太大了。是火开得太大，还是你心不在焉呢？什么心不在焉啊！你不要胡说。比如说想心上人哦。你再胡说，我就先给你个铁蛋。好，不说就不说嘛。吃饭。这时候谁打给我？喂，小峰啊，我在你家楼下。什么事？找你出国趴拖咯，然后顺便办货。现在？等下你要等过 Christmas 啊？快点下来了，我在等你。来。喂。小峰，谁找你啊？同学，他们叫我去 barbecue， 叫我现在就去了。姐，我不吃了。等等，是哪一个朋友啊？我打电话去问他。姐，你这样我没有面子的，我朋友会笑我的嘞。喂。小峰，你如果怕人家笑话，你就不要出去。姐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你不要再管我了好不好？姐，你干嘛？你不让我打电话，我就不让你走。姐，你放手啊，姐！好，打就打。喂，志明啊，我姐想跟你说话，你等一下啊。喂，小峰啊！我最想什么，他都没有说，叫我们怎么写嘛？因为啊，每个人想做的事都不一样啊，所以老师才把这想象的空间留给你们，让你们去写你们最想做的事啊。真麻烦。别担心，姐姐我有魔法，我能把真麻烦变得真有趣。好啊，快变！那我要变咯。魔法，快把麻烦变有趣。叮，我是拇指，我先说。我最想吃大餐，吃完大餐后，我要大声地说好，非常好。叮，我是狮子，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指甲上画上漂亮的花，那我就可以去参加手指美容比赛了。叮，哦，你要去参加选美比赛啊？我想你应该是拿这样的成绩啦。最后1名。安琪，那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啊？先问艾丽姐姐。喂，安琪说先问你啊。我啊，好，我来说。我最想我的身边有很多的星星在闪烁。你为什么希望有很多星星在你身边闪烁呢？因为啊，我一出世，我的世界就是黑暗的啊，夜里的天空也是黑暗的啊。可是有了星星，整个天空就变得很漂亮了。所以，我也希望我的身边有很多星星在闪亮着。你还不快点写你最想做的事？阿斌拿了货之后呢，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。要试试看吗？
我又没有失眠啊，干嘛吃安眠药？安眠药？你太天真了吧？那不是安眠药吗？当然不是啦。那什么？你吃了不知道了？怎么不敢吃啊？你是不是男人的？这一点胆量都没有。谁说不敢啊？写完了，念一遍给我听。不要啦，我眼睛看不见，你不念给我听，我怎么知道你写的好不好？当然写的不好了，我最讨厌写作文了。那就让我听听看你写的有多烂喽。好吧，你不准笑我哦。OK， 我不笑。不能让爹地听到。为什么？他会很生气的。你爹地啊，总不会因为你写的不好而生气吧？不是这样的，你听了就知道。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弹钢琴，不过这不能让爸爸知道，因为爸爸不喜欢我学钢琴，也不喜欢我弹钢琴，因为他说我没有才华。我爸爸弹的钢琴最好听，不过我已经很久没有再听他弹钢琴了，因为家里的钢琴已经卖掉。如果你问我最想什么，我就会说，我最想再听爸爸弹钢琴，还有，我也最想自己弹钢琴。完了，是不是很烂？安琪，不会，姐姐觉得你写的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，真的啊。老凤啦，还有这个菜龟啦，全部。哎喂，佩佩，干嘛？总共16块6。什么？16块6啊，安迪。哎，我是你的未来岳母哎，这点钱你也敢跟我算啊？你要砍菜头啊，去找别人吧。你说什么屁话？砍什么菜头啊？你自己看呐。我走啦，记得明天上学时要记下令你印象最深刻的3句话哦。知道了。阿丽，谢谢你。安琪累了，让她去睡吧。安琪，跟阿丽姐姐说晚安，去睡觉。阿丽姐姐晚安。安琪晚安。哎，我送你。喂，不 ，Nancy， 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砍人了！听夜的心跳，什么在温热着眼角？未来看不见路标，你让微笑满天闪耀。寒夜微凉的发梢，你让亲吻隔绝所有打扰，任凭夜风缠绕它，永远都不会冰冷掉。当前路遭遇风暴，坚强也难免消失讯号，你拥抱住的城堡却